现在满脑子就是那第9期，这么多人给我上道了，用 AI 和百度都查了意境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看到那一下的私交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暗骂周超老师，偏偏就那个。Hello， 老师，欢迎来参加我们向往生活、戏入人生、蘑菇幕后陪伴者的创作档案揭秘大挑战。老师先跟成熟的小伙伴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可以叫我聪聪姐。大家好，我叫普碰，叫我小夏就好了。我是大千的后期剪辑，主要负责的是向往的生活小篇部分。我应该是每季都参与了。向往第1季的时候我就在，不过那个时候我是做合板的，然后7、8是主剪。我是从18年进这个公司之后就开始做向往的生活，一直做到这一季。熟悉、成长、生命力、快乐、感恩、怅然。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向往，因为它是向往的生活嘛，还有成长和陪伴，细腻、温情、团聚。10年前的时候是一个实习生，10年前我还在日本留学，然后刚好特别巧的是，就我10年前留学的时候，跟我一起住的那个室友，他在看《向往的生活》第1季。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的陪伴就已经够深刻了。就我比较印象深刻是这一季收官的时候，他不是来了很多艺人嘛，然后这些艺人里有我拍片头拍过的艺人，然后还有我做过的节目里出道的妹妹们也来了，所以我在这行真的干了非常的久。其实我从初中、高中就一直有在收看《向往的生活》，就是会把电视机打开，开着电视这样睡觉。这次能参与《向往的生活》的剪辑，就感觉非常奇妙，就是有一种终于上电视的感觉，就是很高兴啊，自己也是刚出校园没有多久的，就很有成就感。第2期的时候，黄磊其实有的，我会提前看一看他的一个故事梗概，会把合版里他们演出的内容先完整的看一遍。它其实还挺幸福的，可以看完整版。暗恋桃花源的时候，他们有特意搜了一下各位演员老师的剧照，角色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妆造啊，可以让观众有更具象的代入。第8期会比较抽象，就是比如那些黑洞和人从水里钻出来后转场，人物在天上飞。这一期是因为他们排的那个戏剧比较抽象，所以他们就会有比较大的发挥在这里。我觉得动漫都是我的舒适区了，你把那个镜头放长，你就能够看到它里面流淌的情感是什么样子。我觉得都可以啊，因为剪综艺本来就是要把故事讲清楚，然后要做一些情绪的表达，或者是快乐，或者是感动。
戏里结束了，然后戏外我们也要一直向前走，就是我相信大家都会越来越好。向往生活就像一场美梦吧，就是每年会做3个月的梦，然后梦就醒了。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就审片的过程，其实我能感觉出来，当时审的是第5期还是第6期《向往的生活》。我记得有一段是讲塑造董子健那块儿。董子健的那个人设其实是靠后期很大的功夫来去做的。其实董子健在我教他之前，他其实没上过什么节目，上过《报告教练》嘛，对。但是我对董子健的印象非常好，因为我看《山河故人》啊这些电影嘛，我觉得就是年轻一代里非常会演戏的，是。然后关键是他参加那些发布会待人接物的情商也非常高，然后我现在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呢？就是叫做橡皮泥个性。橡皮泥个性就是你怎么捏都行啊。然后在《向往的生活》里，是因为有2个老师在上面压着，让你干这个，让你干那个。那么他又是一个尊老爱幼，或者说是情商很高的人吧，辈分感也比较强的，所以他愿意做，他就会变成那个样子，他就会去做事情啊。但是现在你在高能里看到，他就懒一点的，因为他那些都是平行体系的，是辈分嘛，都是平行体系的，所以没有人压着他，他就可能不会那么努力去做事情。对。那么董子健，这个勤劳呢，你就说对这个标签，他做事情确实是做的，但是这个做事情呢，他是集聚在就是分散在24个小时里面的，对啊，所以当时如果在迅速的在董子健进来之后，把他这个个性剪出来呢，其实是时间轴是乱的，就我们比如说把他在不同时间的干活全部拼到一起，但是呢又会涉及到天光的问题，对，所以的话是偷的，光是调的所以你可能看那个东西更直观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看第1期嘛，就大家早上起床之后不是电话铃响了，宋丹丹姐的电话来了嘛，其实电话是下午来的，就是剪过来，把天光调成暗的，然后就变成早上来了电话，因为那个电话很有趣嘛，我们是希望有趣的点找进来，观众这个，就是更快速的勾住观众嘛，所以把它剪到前面来了，然后其实当天在丹丹姐来之前，他们还午睡啊，还干嘛的，这些都没剪进去啊，但这个呢，首先我们说做人物标签都是这样的，它一定是它有真实的这一面的。我们只不过是强化它，然后如果没有真实的这一面呢，你怎么剪都剪不出来的，所以同样的陈赫的那个状态，其实也是有后期的很大的成分在里面。陈赫是这样的，那个陈赫是中国艺能感最强的艺人之一，这个我甚至认为中国艺能感超过陈赫的其他艺人啊，我认为跟他一个级别的可能5个都不到啊。这么高评价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网友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方面说中国的艺人他妈的太没艺能感了，一点都不好玩，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这个人设实在是太差了，品行太坏了，中国的很多艺人为什么没有艺能感？因为他有包袱，他不愿意把自己的人设做差，去背叛啊，去骗你啊，去开玩笑啊，才会有节目效果，是啊，因为这些不是差。其实是好玩了，啊，那么为什么我说那个赫是中国艺能感最好的艺人之一呢？因为他是没有包袱的，他是自己带着人设进来的。前一天晚上，他录《喜剧总动员》那个节目，他是录到早上5点钟，是5点钟从那个录制片场出来的。然后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对，然后开了几个小时车，直接从北京的那个星光那边到了那个河北，将近河北我们录制的地方。因为我们跟编剧跟他也很熟，然后说，我操，累死我了。那编剧说那你就休息呗。但是这个时候陈赫心里就想，我们说啊，陈赫心里就会想，我如果光睡觉，那肯定就没戏了嘛。你这节目要做出戏来，我肯定得。给自己加戏嘛，他得自己加戏。我得给你让你们节目有效果呀。是。好，然后他就说，他这在跑男里不是也是懒嘛？我偷懒就行了呗。
然后所以才会有我对腰疼，全国人民都知道；我紫外线过敏，我有近距离的密集恐惧症。我的腰啊，在全国人民面前都知道就是有问题。我有近距离的密集恐惧症，我紫外线过敏。你是废人一个，就是比较麻烦，废人一个就比较麻烦。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加戏啊，不怕那个把自己的人设做差来做节目效果嘛。他自己有一个剧本，但是他是没有跟导演组沟通的。但是我们最欢迎这样的艺人，就是陈赫进来，我觉得案子都不用想啊。有哪些人进来案子不用想的呢？像陈赫这种、贾玲这种啊，这是不用想案子的，他一定会给你出戏的啊。他知道什么时候。像有些就剪起来就很费力啊。其实那3个人，何炅、还有黄磊、还有大华，黄老师更像一个父亲的角色，何老师像母亲的角色，然后大华像儿子的角色。那这个角色其实是你们在一开始在寻找这3个人的时候就已经定位好了，一定是这样的一种人设，还是说随着节目的播出，然后才慢慢找到的？黄老师是比较清晰的，不是说我有了节目方案再去找他的，那么就是他跟我聊出来的。他特别想做一个做饭的节目，他觉得现在的美食节目都太高端了，装什么逼呀？就是要做家常菜啊。然后又说起他就直接说是何老师跟他一块儿做，因为何老师是黄老师点名要一起搭档的。对，他们聊过这个事情以前，因为他们以前想做一个非常无聊的节目，就黄老师负责做饭，何老师负责聊天，客人来。结果现在看起来其实也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嘛。所以那个当时我回去之后，其实跟团队商量了，我们只知道他们2个是很要好的朋友，然后何老师不会做饭，然后是天天到黄老师家蹭饭吃。我们觉得这种关系就是这种熟悉的关系，第一个并没有被观众所熟知，第二个呢，这种熟悉的关系它是有它的默契在的，而且人物分工也本身就特别明确了，所以就是成立的啊。那么需要再加一个什么人呢？一定要再加一个对中国不懂的人，就是为什么呢？至少不懂中国乡村的人啊。我们当时定的原则是什么呢？要找一个最好是 ABC 啊，在国外长大的，第二个呢，就是长得好看，年纪要小啊，第3个呢，最好还是要有一定的艺能感，但这个第3个条件不在强迫范围之内。实际上，比如这个角色换成鹿晗啊、张艺兴啊，他也是成立的，只不过做出来不是那种，做出来是另外一个节目，是另外的一种人设，另外的一种人设而已，他也是成立的啊。当时就发现了这么个人叫刘宪华，当时我们相当于把所有的资料都找了一遍人生，然后发现这个人很好。为什么好呢？当时我们的编剧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个人他跟王嘉尔2个人是一个独特的系列，叫我长得好看，我很有才华，但是我是神经病系列。而且这个系列里只有他们2个人，就是没有别的人，就这种人是很难得的。那其实从《向往生活》来说，给我的感觉好像也是这种感觉，就是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导演组在整个节目的背后其实做了太多普通观众可能看不到的一些工作。在这个节目里是叫做绝对真实和相对真实的结合，包括每一道菜的是否能在这个环境下面做出来，都是要测试过的。就是导演组自己要先把这些菜做一遍。对，像那个烧炕，也要测试。第2集不是钟磊哥不是上山去采蘑菇了吗？那佛教墙里不是有蘑菇吗？对。蘑菇有一个特点，山上都是有蘑菇的，但是呢，它不下雨它是不长的。只有下雨才长蘑菇，当天晚上没下雨，所以呢？所以是自己拿水撒的。他们说了第2天早上去采蘑菇，大家就急了，就是自己去种蘑菇，就是只有大面积的洒水，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湿润了，它才会长，第2天才会长菌类嘛，菌类。对。然后但是你知道用水能长出蘑菇这个事情，田里面也要测试的，是不是真的能长出来？所以这些都是经过测试的，每一个工序都是。你在节目里看到的每一个环节，它都自然发生的。但自然发生之前都做了就是确定它是能够做的。跑男我可以说是中国下沉到3、4线城市最好的一个节目。你去看那个为什么有这么多地方的游乐园都在玩4名牌，为什么这么多小朋友都在看，是因为它的下沉工作做得比较好。我们说跑男的核心真实是什么？就是让大人玩小孩子的游戏。卸下所有的
本身的地位和身份的差距，就是他给人家带来就快乐的一个根本的东西。你像就像就是省委书记或者达康书记这种，你让这种领导干部都来玩指甲板好了。当大家放下身份的差距，都去玩同一样游戏的时候，它是会有效果的。然后它还也是平等的，这是它真实的地方。极挑呢？极挑真实的地方在于我架构的东西逻辑很真实，就是我的逻辑线是完整的。因为这里面有俩影帝，一个教电影的老师，黄迅也是老戏骨，黄金配角啊，就是当赋予他们一个剧情的时候，他们会用他们的表演天赋抓到我在这种对抗情况下的人物特点，然后去完美的演绎了一个剧情。这就是极挑的特色。极挑的特色就是一定是，影帝才能完成的作品。我在想到花少啊，第3季才播了1期嘛，就是可能感觉出来的这种真实，可能更多的是在外部场景的真实，但是里面的那种真实好像暂时没有特别感觉得到。你可能感觉不到，当然一个节目有它养成的过程吧。可能到了，因为比如说许晴的性格是很真实的，第1季、第2季下来，大家都非常感受得到了。是。那么它是需要时间养成的，不是说第1季第1期许晴出来就这个样子，就上来一块公主啊。比如说宁静的性格也是比较真实的，然后郑爽的性格也是比较真实的。那么但是这些性格真实的人，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性格是比较有张力的人。无论是许晴、宁静、郑爽，都是性格比较有张力的人。有张力的人，他的性格比较容易被你看到。比较容易就是剪到镜头里面，并且形成一个连续逻辑，而且会被放大。那么，一个节目当中最害怕的就是全他妈是温吞水的人。那这他性格就比较难出来。花少可能第3季才播嘛，是，所以大家都还有一些没那么熟悉或者那个试探的过程。那么。这当中一定会有性格比较强烈的人，比如说前面不是说出来说江疏影性格是比较强烈的吗？对那一定会出来，就是一定会出来人，但是这个就看后面导演组怎么讲故事了。